第一课，了解彼此的尺码。安娜，我想知道你的尺码是多少？约翰，我尺码偏小，而你？我是中等尺码，感谢你的分享。不客气，约翰。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原因吗？我本来想给你买一件礼物，知道你的尺码可以帮助我选择合适的尺码。对你来说太深思熟虑了，约翰。我很感激。当然，安娜，我认为在选择礼物时，重要的是要考虑某人的喜好和尺寸。我同意，约翰。它表明你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。绝对可以，安娜。正是这些小细节让礼物变得有意义。我很期待看到你的想法，约翰。再次感谢你。不客气，安娜。我希望你会喜欢。第二课，尊重个人界限。安娜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问一下，你的薪水是多少？约翰，我很欣赏你的好奇心，但我宁愿把薪水保密。我明白，安娜。在讨论财务问题时，尊重个人界限很重要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薪水可能是一个敏感而个人化的话题。你说的对，安娜。最好不要做出假设或窥探某人的财务问题。的确，约翰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收入多少，都要注重相互尊重和支持。我完全同意，安娜。我们的价值不仅限于我们的薪水，我们应该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互相珍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，约翰。相反，让我们欣赏彼此的技能、知识和贡献。绝对可以，安娜。我们的价值应该用我们的性格、行为以及我们对他人的积极影响来衡量。说得好，约翰。让我们专注于互相支持，营造积极的环境。我完全同意，安娜。尊重个人界限是维持健康人际关系的关键。谢谢你的理解，约翰。它意义重大。不客气，安娜。相互尊重对我很重要。让我们继续互相支持，互相提升。当然，约翰。只要齐心协力，我们就能营造积极和支持的氛围。我很欣赏你的观点，安娜。谢谢你的谈话。不客气，约翰。也谢谢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你也是，安娜。小心。第三课，让您高枕无忧的每月储蓄目标。你好，安娜。每月为储蓄捐款让我高枕无忧。在理想情况下，人们应该以存多少钱为目标？嗨，约翰。你优先考虑储蓄真是太好了。一般而言，以储蓄每月收入的20%为目标是一个不错的起点。这听起来很合理。它既可以储蓄，又可以支付常规开支。没错，在储蓄和保持舒适的生活方式之间取得平衡很重要。在确定储蓄金额时，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任何具体因素？绝对可以。考虑您的财务目标，例如紧急情况、
未来计划和退休。我明白，因此储蓄目标可能因个人情况而异。是的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因此相应的调整储蓄目标很重要。有什么策略可以让储蓄变得更容易实现吗？是的，自动储蓄可能会有所帮助。设置每月自动转账至单独的储蓄账户。这样我就不必依靠记忆来手动保存了。正确，它可以促进一致性，并使储蓄成为一种习惯。我一定会探索这个选项，这似乎是一种实用的方法。此外，定期审查您的开支，并找出可以削减的领域，可以腾出更多资金进行储蓄。我将分析我的消费习惯，并确定可以进行调整的领域。这是朝着增加储蓄潜力迈出的积极一步。感谢你的见解，安娜。我将设定一个切合实际的储蓄目标，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。不客气，约翰。请记住，定期储蓄可以建立财务安全，并让您高枕无忧。我很感激你的建议，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储蓄目标，并享受它带来的好处。第4课，定期维护花园的重要性。你好，安娜，别忘了定期给花园浇水和保养。嗨，约翰，你说的对，我需要更加勤奋地照顾我的花园。定期浇水对于确保植物保持健康和茁壮成长至关重要。我明白，适当的补水对它们的成长和活力至关重要。此外，别忘了清除任何可能与植物争夺养分和空间的杂草。杂草会阻碍我的植物生长，我会确保把它们控制在控制之下。定期检查花园中是否存在任何可能危害植物的害虫或疾病也很重要。我会保持警惕，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我的花园免受病虫害的侵害。修剪植物是花园维护的另一个关键方面，它可以促进健康成长并保持其形状。我将更多的了解正确的修剪技巧，以确保我能正确修剪它。最后，别忘了定期给植物施肥，为它们提供必要的营养。我会记下将施肥纳入我的花园护理程序。通过优先考虑定期维护花园，您将全年享受美丽而繁荣的花园。我很感激你的提醒，约翰。我会努力更加一致地照顾我的花园。不客气，安娜。你的花园将用它的美丽和它带来的欢乐来奖励你。我很期待看到我的花园蓬勃发展。谢谢你的建议。我很高兴，安娜。园艺快乐，愿你的努力取得丰硕成果。第5课，探索可用选项。你好，安娜。好吧，让我为你检查一下可用的选项。嗨，约翰，我很感激你的帮助。花点时间寻找最佳选择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在线平台和网站，以提供您想要的内容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我将看看这些平台，并比较他们的产品。此外，我们可以考虑当地商店或专卖店，
这些商店或专卖店可能会满足您的需求。我会记下来，看看附近的商店，看看他们有没有想要的物品。另一种选择是向可能有相似兴趣或偏好的朋友或同事寻求推荐。这是个好主意，他们可能有宝贵的见解，或者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最后，不要忘记考虑任何可能使选项更实惠的即将到来的销售或折扣。我会留意任何可以帮助我做出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的促销或折扣。太棒了！通过探索这些选项，你将更有可能找到你需要的东西。我感谢你的帮助，约翰。有人帮我浏览可用的选择，真是令人放心。不客气，安娜。找到正确的选择可以显著影响您对最终决定的满意度。我会听取你的建议，开始探索你提到的选项。再次感谢你。没问题，安娜。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帮助，请告诉我，我是来帮忙的。我会的，谢谢，约翰。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我的进展情况。听起来不错，安娜。祝你找到最适合你需求的选择。第6课，添加角色和省钱。嗨，安娜，这是个好主意。它增加了个性，节省了金钱。嗨，约翰，我很高兴你喜欢这个主意。在经济实惠的同时，找到增添个性化风格的方法总是很不错的。绝对可以。你在想什么主意？我一直在考虑翻新一些旧家具，而不是买新家具。这是一种很棒的方法。它不仅为您的空间增添了独特的触感，而且还有助于节省资金。没错，我可以通过重新粉刷或重新装修家具来表达我的创造力和风格。这是展示您的个人品味，让您的家更加温馨的绝佳机会。而且，通过翻新，我可以避免购买新家具的高昂成本。另外，你经常可以在旧货店或跳蚤市场找到具有个性的独特作品。确实如此，我会喜欢寻找隐藏的宝石，并将它们变成漂亮事物的过程。您还可以邀请可能有经验或想法可以贡献的朋友或家人参与。与亲人合作将使项目更加愉快和难忘。归根结底，您将拥有反映您的风格和个性的独特家具。我对这个项目感到兴奋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，增添个性，省钱。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最终结果。您的家将真实反映您的创造力。谢谢你的鼓励，约翰。我一定会随时向你通报我的进展情况。我很期待，安娜，享受整个过程，享受翻新项目的乐趣。我会的。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积极反馈。没问题，安娜。祝您翻新愉快，愿您的创造力为您的家具带来新的活力。第7课，用新鲜香菜增强风味。你好，安娜。这个周末别忘了在上面加点新鲜的香菜来调味。嗨，约翰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。新鲜的香草确实可以提升菜肴的味道。
绝对可以。Cilantro 为许多美食增添了清爽而充满活力的气息。我一定要把它包括在周末的膳食计划中，这是一个简单但有影响力的补充。它可以很好的用于各种菜肴，例如沙拉、沙沙酱、汤，甚至可以作为炸玉米饼或咖喱的装饰。我喜欢香菜如何为这些菜肴带来新鲜感，它是一种多功能草药。只要记得在烹饪快要结束时将其添加，以保持其风味和香气即可。我会记住的，最好在食用前加入香菜，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。此外，你可以将任何剩余的香菜存放在装有水的罐子里，放在冰箱里，以保持更长的新鲜时间。这是一个方便的小贴士，我会确保妥善存放香菜，以保持其新鲜度。像香菜这样的新鲜香草，不仅可以增强味道，还可以提供一些营养益处。很高兴得知我在膳食中同时添加了风味和营养。而且，如果你正在寻找更多的草药选择，罗勒、薄荷和欧芹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还将探索将这些草药融入我的食谱中。谢谢你的建议。不客气，安娜。享受尝试新鲜香菜和其他香草的乐趣，它将为您的菜肴增添令人愉悦的风味。我很高兴能试一试，谢谢你的灵感，约翰。没问题，安娜。度过一个充满美味口味和美食冒险的美好周末。我会的，再次感谢，约翰。我会告诉你结果如何。我很期待听到你的烹饪创作，尽情享受和品尝味道吧。第8课，处理压力大的情况。你好，安娜，我的飞行一定很紧张。你做了什么？嗨，约翰。面对压力大的情况时，我会尝试采用一些策略来管理压力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你觉得哪些策略有帮助？首先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重新集中注意力。深呼吸在减轻压力和促进放松方面确实非常有效。是的，它可以帮助我集中思考，以更清晰的头脑处理情况。你还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压力？我还发现进行体育锻炼很有帮助，例如散步或做瑜伽。运动是释放紧张情绪和改善情绪的好方法，它可以提供急需的摆脱压力的机会。绝对可以，移动身体可以让我感觉更扎实，缓解压力的积累。你还依赖其他策略吗？我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，然后将其分解为更小、更易于管理的步骤。将任务分成较小的部分，可以让他们不那么感到不知所措，更容易实现。是的，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和专注，从而降低压力水平。听起来你有一种全面的方法来管理压力，你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？最后，我一定要优先考虑自我保健，花点时间参加能给我带来快乐和放松的活动。在应对压力时，照顾好自己至关重要，它能恢复活力，补充我们的能量。没错，通过练习自我保健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。感谢你分享你的策略，安娜。
我会记住它们，以备将来遇到压力大的情况。不客气，约翰，我希望他们也能对你有所帮助。我很感激，拥有有效的工具来管理压力和保持健康至关重要。绝对可以，请记住，照顾好自己是关键。如果您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支持，请告诉我。我会的，安娜，感谢您的理解和鼓励。没问题，约翰，我们是为彼此而来的，注意并保持韧性。你也是，安娜，让我们用力量和优雅来应对紧张的局面。第9课，拥抱当地的经验和故事。嗨，安娜，我遇到了一位当地导游，他分享了精彩的故事。嗨，约翰，这听起来不可思议。当地导游通常会有独特的见解和故事可供分享。绝对可以，这是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的好机会。我发现与当地人建立联系并亲眼听取他们的观点很有趣。该指南分享了有关该地区的传统、地标，甚至当地传说的故事。听到这些故事并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地方，一定很迷人。确实如此，导游对该地区的热情从他们讲述故事的方式中显而易见。与当地导游互动可以提供更真实、更身临其境的旅行体验。我完全同意，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，可以提供宝贵的建议。他们的故事如何将历史和文化变为现实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是的，这是一个欣赏当地社区独特视角和经历的机会。该指南是否还提供了对当地美食或任何隐藏宝石的见解？是的，他们分享了当地餐厅和人迹罕至的景点的推荐。太棒了！探索隐藏的宝石，品尝当地美食，为旅行体验增添了另一层次。确实如此，这是一个与当地风味和传统建立联系的机会。我受到启发，在未来的旅行中寻找当地导游，并更深入地研究当地文化。我强烈推荐他，安娜，他为旅程增添了深度和真实性。谢谢你分享你的经验，约翰。这提醒人们与当地人建立联系的价值。不客气，安娜。我相信这些联系创造了持久的回忆，开阔了我们的视野。我完全同意。以下是拥抱当地体验和塑造当地体验的故事。为之欢呼，安娜。愿我们未来的旅行充满迷人的相遇和难忘的故事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让我们继续寻找那些真实的时刻，拥抱不同文化的丰富性。的确，安娜，这就是使我们的旅程真正非同寻常的原因。第10课，探讨关于税收的不同观点。安娜，的确，在税收方面，意见总是各不相同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税收是一个复杂的话题，经常会产生不同的观点。有些人主张降低税收以刺激经济增长，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提高税收以资助公共服务。没错，约翰。争论往往围绕着在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之间取得平衡。的确，安娜，重要的是要考虑不同税收政策的潜在利弊。
不同的税收制度可能对个人、企业和整体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。没错，安娜，分析税收决策的长期后果和意想不到的影响至关重要。此外，在讨论税收时，公平和公平是关键考虑因素。绝对可以，安娜。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可确保以公正的方式分配负担。但是，定义什么是公平的，可能是主观的，可以自由解释。没错，安娜。对于什么是公平分配税收负担，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。重要的是要进行公开和尊重的讨论，以了解不同的观点。同意，安娜。建设性对话使我们能够相互学习，找到共同点。找到共同点，可以做出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明智决策。的确，安娜。通过考虑不同的意见，我们可以努力建立一个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税收制度。谢谢你分享你的想法，约翰。参与税收等复杂话题的讨论总是很有价值的。不客气，安娜。我也很欣赏你的观点，让我们继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。绝对可以，约翰。我们可以共同增进理解，探索不同的观点。我期待着我们未来的讨论，安娜。谢谢你的谈话。也谢谢你，约翰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你也是，安娜。小心。第11课，提早离开，最大限度地提高乐趣。安娜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们应该提早离开，以充分利用我们的一天，确保获得愉快的体验。听起来很完美，约翰。提早离开可以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探索和品尝当天的活动。绝对可以，安娜。它使我们能够避开人群，充分利用热门景点，而不会感到匆忙。我完全同意，约翰。清晨通常会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氛围，从而增强整体体验。另外，提早离开使我们有机会发现隐藏的宝石和人迹罕至的地方。没错，约翰。它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冒险和自发性的元素。此外，通过提早离开，我们可以利用较低的温度来避开正午的高温。当然，约翰。天气温和时，探索起来更舒适、更愉快。提早离开还使我们能够更灵活地安排行程，并在需要时进行调整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约翰。它使我们能够自由地适应并充分拥抱出现的意想不到的机会。没错，安娜。对自发性持开放态度，可以带来难忘的经历和意想不到的发现。我对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生活的前景感到兴奋，约翰。提早离开为一次充实的冒险定下了基调。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安娜。我们的目标是早点离开，充分利用每一个宝贵的时刻。同意，约翰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持久的回忆，并充分享受每一次体验。感谢你参与这个计划，安娜。我很感激你的热情和拥抱早期起步的意愿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我同样兴奋。
让我们度过难忘的一天吧。绝对可以，安娜。这是一天难忘的探索和享受。为之欢呼，约翰，让我们尽情享受我们的冒险之旅吧。的确，安娜，让我们带着热情和惊奇感踏上这段旅程。第12课，省钱买新房的策略。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存更多的钱来买新房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首先，我认为我们应该制定每月预算来跟踪我们的开支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它将帮助我们确定可以削减的领域。没错，我们还应该考虑减少外出就餐费用。同意，在家做饭不仅可以省钱，还可以更健康。另一种省钱的方法是为我们的常规购买寻找更便宜的替代品。是的，在购买任何东西之前，我们应该比较价格并寻找折扣。此外，我们可以尝试取消不必要的订阅或会员资格。这是有道理的，我们可能是在为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服务付费。最后，我们应该设定一个具体的储蓄目标，并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该目标。好主意，设定目标将使我们有动力持续储蓄。绝对可以。通过实施这些策略，我们可以增加储蓄，更接近购买梦想中的房子。我对此表示赞同，让我们开始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。同意，只要有纪律和决心，我们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。第13课，监控市场报告以获取最新信息。让我们密切关注市场报告，接下来讨论任何更新。这是一个不错的计划，保持知情是做出明智决策的关键。绝对可以，我们应该定期查看股票价格和市场趋势的最新信息。关注与我们感兴趣的行业相关的新闻也很重要。是的，跟踪经济指标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市场状况。我们应该关注任何可能影响投资的重大事件或政策变化。绝对是。通过积极主动，我们可以相应的调整策略。此外，如果我们正在考虑购买或出售房产，我们应该随时了解房地产趋势。这是个好观点，它将帮助我们在房地产市场上做出明智的决定。让我们养成定期查看市场报告并讨论我们的发现的习惯。同意，它将确保我们随时了解情况并优化我们的财务决策。通过这样做，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驾驭市场，并有可能抓住机会。确切地说，监控市场报告将是我们财务旅程中的宝贵工具。第14课，作为背包客的天堂，探索东南亚。我一直在关注东南亚，这似乎是背包客的天堂。我也听说过很多关于它的好消息，你对哪些国家感兴趣？泰国、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在我的名单上名列前茅。这些都是受欢迎的选择，丰富的文化和实惠的旅行吸引了许多背包客。我读到该地区的住宿和食物价格合理。
是的，我们可以在享受独特体验的同时扩大预算。我也很高兴能探索美丽的海滩和迷人的风景。我们应该研究必游的景点，并相应地计划行程。绝对可以。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粗略的计划，但也要为自发性留出空间。同意，我们可以沉浸在当地文化中，尝试不同的美食。我听说交通很方便，有多种选择。很高兴知道，我们可以轻松地在城市和国家之间跳来跳去。东南亚似乎是冒险和留下回忆的理想目的地。让我们开始研究，为一段难忘的背包旅行做好准备。我对各种可能性感到兴奋，迫不及待地想一起探索东南亚。第15课，拥抱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沉浸感。绝对可以，沉浸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中，真是令人着迷。我完全同意，这是一个开阔视野和拥抱不同文化的机会。体验不同的习俗和传统可以让人大开眼界，丰富多彩。是的，它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世界及其多样性。我很高兴能学习新语言并与当地人互动。沟通是建立联系和真正沉浸感的关键。尝试当地美食是我期待的另一个方面。食物是了解文化历史和品味的门户。我认为在沉浸式学习中，保持开放和尊重是很重要的。绝对可以，我们应该以好奇心和学习意愿对待每一种情况。我相信这种经历将塑造我们，并拓宽我们的视野。这无疑将是一段变革性的旅程，我们将终身珍惜。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，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，并充分利用它。我完全同意，让我们敞开心胸，迎接等待着我们的奇迹。第16课，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分析和理解错误。我想你是对的。我怎样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分析你的错误，理解他们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对个人成长至关重要。首先，让我们分析一下出了什么问题。反思情况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导致错误的因素。重要的是要为我们的行为承担责任，不要将责任归咎于其他地方。一旦我们理解了错误，我们就可以从中吸取教训，并在将来做出更好的选择。绝对可以。我们应该寻找模式或常见的陷阱，以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。寻求他人的反馈也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和不同的视角。是的，建设性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盲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。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愿意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让我们用自己的错误作为成长和发展的垫脚石。通过分析和理解我们的错误，我们可以变得更聪明，更有韧性。请记住，犯错误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学习和进步的方式。我致力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并利用错误作为自我完善的机会。第17课，询问商务中心的营业时间。安娜，你知道商务中心的营业时间吗？我不确定，
我们可以查看他们的网站或致电了解详情。这是个好主意。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何时可以访问他们的服务。让我们上网查一下，他们通常会列出营业时间。我会搜索他们的网站，看看信息是否随时可用。如果没有，我们可以拨打他们的客户服务电话并直接查询。必须相应地计划我们的访问，并充分利用他们的服务。绝对可以。了解他们的营业时间将有助于我们有效地管理时间。我找到了他们的网站，让我快速检查一下信息。慢慢来，在制定任何计划之前，最好有准确的细节。根据他们的网站，商务中心的工作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至下午6点。很高兴知道，那时我们可以在这些时间内安排我们的访问。没错，现在我们可以计划任务并高效利用商务中心。感谢您找到该信息，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很有帮助。没问题，重要的是要随时了解情况，并充分利用我们可用的资源。第18课，及时行动，在48小时内采取行动的重要性。Anna 强烈建议在48小时之内，我们应该确保这样做。当然，迅速采取行动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，并在给定的时间范围内采取行动。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井井有条，并确保事情不会被忽视或延迟。同意，拖延会导致错失机会或不必要的压力。我们都经历过延误重要任务的后果。是的，最好直面这些问题，并避免不必要的复杂性。那么，我应该立即开始处理这些报告吗？是的，最好立即开始。我们越早完成它们越好。我会把它当作优先事项，并分配足够的时间，在48小时内把它们做好。这就是精神，让我们保持专注，有效利用时间。绝对可以。迅速采取行动将有助于我们时刻把握自己的责任。它给了我们一种成就感和内心的平静。我很高兴我们在同一页上，让我们养成尽可能在48小时内采取行动的习惯。同意，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做法，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和效率。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让我们保持积极主动，把事情做好。第19课，分析销售报告，解决利润下降的问题。安娜，你看到最新的销售报告了吗？是的，我做到了。它显示利润下降。这很令人担忧。我们需要分析报告，并了解下降背后的原因。同意，找出根本原因将有助于我们制定改进策略。让我们回顾一下销售数据，并将其与前几个时期进行比较。我们还应该研究市场趋势和竞争，以获得全面的看法。查明我们的销售和营销策略中的任何潜在问题至关重要。我们还可以征求客户的反馈意见，以了解他们不断变化的需求。此外，
我们应该评估我们的定价策略和成本管理，以确保盈利能力。我们可能需要做出调整或探索新的创收途径。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利润下降问题，并扭转局面至关重要。我们应该让团队参与进来，共同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。让我们安排一次会议，讨论调查结果，并制定行动计划。绝对可以。通过分析销售报告并采取果断行动，我们可以努力改善我们的财务业绩。我感谢你为应对这一挑战所做的承诺。只要齐心协力，我们就能克服困难。第20课：寻求新体验的秘诀。安娜，在这之前，这实际上是我的第一次。有什么小贴士吗？当然，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。你需要什么小贴士？我正要向大批观众做演讲，我感到很紧张。别担心，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以下是一些小贴士。请继续，我全神贯注。首先，做好充分的准备，由内而外了解您的内容，以增强您的信心。这是有道理的，我会花足够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实践。其次，反复练习演示文稿，这将帮助您熟悉流程和时间。我会在镜子前练习，甚至记录自己，以评估我的分娩情况。好主意。第三，与您的受众互动，保持眼神交流，并使用手势与他们建立联系。我会努力建立融洽的关系，让他们自始至终保持参与。最后，记得呼吸并保持冷静，深呼吸以控制任何焦虑。我会提醒自己保持镇定，专注于有效地传达我的信息。你明白了，约翰，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能力。谢谢你，安娜，你的提示给了我一个更清晰的方向。感谢你的支持。不客气，约翰，我是来帮忙的。祝你演示文稿好运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再次感谢，安娜，我会告诉你进展如何。